暗恋世俗普通的人啊，又怕被热闹的羁绊打扰。如果变成了鸟飞的狗告，就不用再犹豫间隙争分夺秒，随着洋流走，单向奔跑，在漩涡里带来回绕，海天交界一线露出头角，被看到。是版图被打散了的回忆，碰了壁再没有回应，是摇曳风中等待的约定，摸不出看不到踪迹。你要假意佯攻，因为你我之间必须先有一战。什么时候发信号了啊？咱们这样打下去，会白白死很多兄弟的。打开宫门就是信号。你能打开宫门吗？这个你不用管，我自有办法。太尉，你我联合，一举拿下欧阳普，不行吗？欧阳普征战一生，老奸巨猾。就算你我二人合力将他拿下，也是惨胜。我是担心呐，除了你我，还有黄雀在后。金毛，开慢点儿，别把后备箱的人颠死了。你叫我从饱汉叫。哎，狗哥，万一我在这万一我姓陈的不给钱咋办？5000万，为了个女娃，我又不是他妈，又不是他娃的。你说的对啊，大意了，大意了。这不正好，那小子换地址了吗？要不是这，一会儿再给我姓陈的打个电话，咱少要点儿。你傻呀，行有行规，这以后再让行里人知道了，咱以后还怎么在这圈子里混？宁可拿不到钱，也不能让人看不起，知道了没？我知道。喂，怎么样了？这好酒吧没有开门，我没有找到欧阳磊。你说什么呢？你中午不是刚给我打过电话吗？没有啊，我们从中午就在这等着他了，一直没见人。这个帮我来一份。这么晚了，想着收工呢，要不明天再来？你开什么玩笑呢？那不是你们打的勒索电话，还能是谁啊？
陈小姐，天地良心，你是不是找另一帮业员？哎，付过定金我可不退啊！你们真的没有打？哎呀，打了我在这干什么呢？我们可是有职业操守的。完了，真的被绑架了！110，我要报警！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，Sorry, the subscribe。咋了？陈强路这小子还关机了，够狠！啥？看来他是要逼着咱们杀人灭口的。姓陈的真的关机了？这明显是不想管了。那接下来咱咋弄？接下来怎么办？那就必须杀人灭口。啊？啊啥？你怂了？不是，狗哥，咱为了5000万杀人，而且是这2个碎喽喽，要不咱再商量一下？我从早教到晚你，白教你了。我知道，行有行规，这事要是让同行知道，咱没办法在道上混了。宁愿拿不到钱，咱也不能让同行看不起。哎，这就对了。小美女，这次你把男人认清楚了吧？这可不是我们要害你，这是你男朋友就根本就没把你当一回事儿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啊，你记住了。这么年轻，是有点可惜了。进山，把这2个人埋了。不行，你不能杀我们！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。闭嘴！再喊叫，我现在就办了你！进山，2人埋了。神仙叔叔，来救救我吧！不是说好了吗？我现在有危险，快来救我吧！神仙叔叔，说好了，我现在有危险，你要来救我的。顾客，你看前面楼中了是不是有人？拿厕所。看不清楚，路中间怎么能有棵树呢？真是个人！他妈的，找死你的！过去，给我弄死你！叔叔，神仙叔叔！啊！下去弄他！赶快报警！打110，赶快报警！报警！都是你的好计策。哥，你不都听警察说了吗？我找的都是演员，他们没有一点黑帮性质的，他们真的以为在演戏呢。我也是疯了，相信你的话。哥，你说这话太伤人了吧？要不是我，你能救得了欧阳兰吗？你是我的神仙叔叔吗？你到底是不是神仙叔叔？
陈乔木，我们是不是在梦里遇见过？也许都是在梦里。小雪，你干什么？哦，我看欧阳来没有事儿。欧阳来，你没事吧？正好欧阳来，你俩进来，录下口供。哎，你什么时候这么关心欧阳来了？哥，我可能遇到我生命中的白马王子了。哥，我可能要嫁人了，哥。我要离开你了，我再也不能帮你出谋划策了，以后靠你自己了。我反对。哎，哥，不过说实在，这次的英雄救美可以说是非常成功了吧？要不然你跟你那个小女朋友该多危险啊！这次金兵没有出现，也许你不会有事了吧？你说什么呢，哥？哎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你说你15岁那年遇见欧阳来，肯定是你做的梦啊。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，那你遇见他的第2天，他全家都被烧死了。那现在，这会儿，坐在笔录室里录笔录的欧阳来，该怎么解释啊？就算是那样，他也不会对你一点记忆都没有吧？陈总，我们出事了。好不容易大难不死，应该去喝上一杯庆祝一下的，但是我这会儿真是一点心情也没有。喝酒啊！阿雅，你是坐在车里，我是被绑在后备箱里。哎呦，我现在满脑的包，一说话就疼。山豪，你说陈乔木怎么知道狗哥绑架的咱们？他又是怎么知道狗哥的路线的？不行，我现在不想动脑了，疼。我以后肯定不能接触这种乱七八糟的人了。你不就是乱七八糟的人吗？行，行啊，我乱七八糟，我是商人，我是酒吧老板，我是正经良人啊！哎，得了吧，要不是你这个搅屎棍 Q 陈乔木，咱们能被绑架吗？我都不想说你。啊，行，这怪我了。行，那要不是你那引我中基地，那我能把我那酒吧抵押了吗？啊？那我是为谁呀？那我是为你呀？那我是干嘛？行行行行行行吗？我是行，那这2碗记我账上，行了吧？我请。那本来就应该你请的。正好，你说陈乔木怎么就那么突然，刚好出现在车前面？啊，对，他就是从小你就梦到那个神仙叔叔，啊，只要你有危险他就出现，行吗？快别跟我说话了啊！你让我吃完饭我要回家睡觉了。这次收购计划的泄露，直接影响了那3家康养机构的收购意向，对另外5家机构的洽谈也造成了不利的影响。集团之前对这方面很看好，投入也很大，一旦收购失败，整个集团的现金流都会受到影响，环保、房地产也都正处在扩张期。一旦资金链紧张，整个集团就会错过最好的发展期，市场信任度、占有率都会遭到不可避免的打击。所以我们现在必须重新调整收购方案。大家先休息，2个小时后继续开会。
尽快做出新的方案。李秘书，帮我约一下理由。陈总，要不是他的背叛，我们也不会身处险境。他其实很清楚当叛徒的后果，我觉得他肯定不会见你。我已经让法务联系过他了。先让法务停一停，他肯定会见我的。你就跟他说老地方见，但咱们的方案不能停，两手准备，这样才能赢。好。他就是从小你就梦到那个神仙叔叔，啊，只要你有危险，他就出现。难道我的梦都是真的？陈乔木真的是神仙叔叔？这世界上真的有梦想成真的童话？不行，我得去试一试。别傻了，梦就是梦。就算是梦，我也要试一试。陈总，吃点东西吧。跟理由约好了吗？已经约好了。一开始他不同意，确实是我一说老地方，他就同意了。几点1个小时后。验证你是不是神仙叔叔的时刻到了。哎，春儿哥，我哪点去了？我跟你说，等你好久了。我找陈乔木。不可能！我告诉你啊，我可是华山派传人，我也进去。看人可准了啊！你先放开我，我真的找陈乔木。哎，看你不动！你放开我！哎，陈总，你救我！欧阳小姐，请把你的安全带系好。哦，好的。我知道一个特别适合骑行的地方，刚好在我进站的路上。我把你放那儿，那里风景还可以。嗯，好。这里的风景是不是很好？很多骑友啊都在这儿流连忘返，特别适合骑行。你要是想往上走啊，大约20公里。我在这谈事儿，结束了咱俩可以一起吃饭。你要是想回城呢，就往下30公里，一路下坡。哎，对了。你下次骑行啊，一定要做好防护，好好享受。风景是挺好，我又不是来看风景的。陈乔木，你个傻子！
面膜，我的皮肤管理，我的钱包全都白费了。李叔，很久没来这儿了吧？还是别叫我李叔了，像在公司一样，叫李总吧。叫了您那么多年李总，反而叫李叔还不太习惯。不过毕竟您是跟我父亲扛过枪的老人，还是叫您一声李叔吧。你爸最近怎么样？还行，身体虽然不太乐观，但是他也没有那么轻易倒下。我这辈子最佩服两个人，一个是你爸，一个是你。哎，想当年，你爸从一个农民工干到了地产大亨，在最叱咤风云的时候，自首了，这格局太大了。再说你，自打接手了麦集团，那只留下了麦集团名字这3个字啊，把你爸留给你的一切全都变卖，捐给了慈善机构。这种魄力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那是想都不敢想啊。再说眼下，你比你爸做得更风生水起。哎呀，我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呀！李叔，要不是有你们帮衬着我，我也不会有今天。乔木啊，哎，我是真没想明白，你说你有那么好的基础，为什么要重新开始呢？我跟您说了，我爸留给我最大的财富，不是金钱和企业，而是思考跟勇气。这就是我当初捐了麦集团所有东西，我爸听了之后没生气，反而更开心的原因。是啊，这就是差距啊！这世界上，也许就你爸最理解你。能和你们这样的父子共事10几年，那是我的荣幸。可李叔，您这次的做法，我不太懂，您多指教。指教谈不上，只是这些年啊，我慢慢发现，我就是再努力，用尽了我的智慧，哎，那结果呢？结果也只是得到了你们父子的认同啊。我也是有思考、有勇气的人，我不想就这么平平淡淡在大树下老去。谁不想生根发芽呀？可您现在的做法，更是想连根拔起，取而代之，像是宣战。有点儿。李叔，我想您应该知道“根深蒂固”这个词的含义吧？万一没成功，很可能就一无所有。乔木，你觉着我会没有想到吗？啊，只是到了我这把年纪，回首一生，居然没有一次轰轰烈烈、不顾性命的战斗。面对你这样的对手，输了又怎样？万劫不复又怎样呢？再说，这次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。看来您这次是铁了心了。只是想年轻一把而已。好，那就祝李叔玩得尽兴。我肯定是尽兴了。不，是咱们玩的都尽兴。至于你吗？哎呀，用句老话，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。
明白。李叔，您肯定不打无准备的仗，咱们战场见。乔木啊，不管谁输啊，都一定要请对方在这个地方喝一场大酒。那就请李叔准备请客吧。这不是老天给我机会吗？这场面跟梦里一模一样，只是地点不一样而已。喂！你没事吧？你怎么骑这么快啊？你别动，一动不动啊！想起来什么没有？你过来。你脑子不会摔坏了吧？给你，拿着。想起来了没？嗨，我没事儿，就是我在排演我最近正打算表演的话剧呢，没想到你们完事儿这么快啊！哎呀，这个我骑的也挺久的了，天色也不早了，那我先回去啦。回休息了，太阳这么大，别把我晒黑了，是吧？唉，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。什么梦想成真，什么神仙叔叔，全是骗人的。梦就是梦，永远的梦。谢谢陈总，再见。哎，对了，记得还我钱啊！还你钱？你欠我的钱啊！我什么时候欠你钱了？我明明借了你200，你说第2天还我250，你说250太难听了，就还240，一晚上就挣40，没错吧？哦，最近我也是有点忙，没时间管你要钱，下次还给我吧。再见。
来，快点儿！正好，我跟你说，他真的是神仙叔叔。神仙叔叔，陈乔木。陈乔木，对，就是之前我跟你说的，我做的那个梦，你知道吧？就是之前啊，你梦里梦见那个神仙叔叔是吧？对。啊，不，怎么可能是他呀？哎呦，千真万确，他就是陈乔木。你呀就别白日做梦了，行吗？哎，那是我限量款饮料，你放下。这，放下。哎呀。饮料又是拿来喝的，又不是拿来看的，真抠门儿。我的宝贝儿啊，哎呀，唉，居然是陈乔木，可是他为什么？怎么会？哎，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，说是有一种丧尸病毒要泄露了，你该不会是又变态了吧？啊，哎，我看你找打。行，那你跟我说说，好吧？他怎么就是你那个就永远都不会变老，然后还是总在你梦里出现那个神仙叔叔啊？你听我跟你说啊。你能别这样了吗？我求你了，行吗？你再让我报警了啊！我也不敢相信。你说，我这样算不算是我赚大了？你说你刚刚你说那些，你信吗？我信。他昨天来救我们的时候的那个样子，跟我梦里一模一样。还有他之前说的话，我梦里也都听他说过，肯定没错的。也就是说，你梦见过这个是吗？但是现实跟梦境中出现的事件、人物啊，出现一样也很正常。有科学家研究过啊，一个人脑电波会影响另一个人脑电波，也就是说呢，你总想着一件事啊，你这个梦就会传给别人。哎，对，去年咱俩也梦过相同的梦，对吗？难道说你也出卖我吗？那不一样。不一样？我怎么不一样啊？我到陈乔木就是梦想成真了，到我就是不一样了，是吗？我跟你讲，陈乔木就是运气好，找一堆群众演员来配合他英雄救美。我什么年代了，英雄救美啊？俗不俗啊？武侠小说看多了吧？啊！我天！我跟你说，我要是……你的意思是，欧阳来知道你曾经回去过的事儿？有可能，但我也不确定。那你得去确定一下呀，你去问问他，问问他，不就什么事儿都迎刃而解了吗？对不对？哎，再说没准是个好事，你不用去救他了，对吧？你之前不是告诉我，不要轻易改变任何事情，包括一个人的回忆吗？如果他没有这段记忆，我强行把他唤醒，那这样时空的轨道会不会因此发生变化？我这不是替我兄弟操心吗？谈个恋爱挺不容易的，紧张了。你做的特别对，没有问他，是正确的。如果你要问了他，结果没准就改变了，那反而就不好。但是，如果是他自己想起来的，那就是既定事实，哎，跟你没关系了。时空这个事儿吧，我自己一直都不相信，我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，我凭什么说服他呢？我觉得你倒是不用纠结这个事情，啊，没准不止你一个人。什么？
我的意思是，没准我也是穿越来的，是吧？他也是穿越来的，大家都是穿越来的，好多穿越来的人，可能有很多特例都跟你差不多呢，是吧？哎呀，地球上的事情是很神奇的，都说不清楚的。比方说，今天你出门，要遇见什么人，要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不一定全都清楚嘛。最重要的是你现在能够爱护它，能够呵护它，能够保护它，这才是重要的嘛，对不对？是这样。哎，但我总会担心，是不是因为我的出现，欧阳来才会一次一次的这样受到伤害？但我又舍不得，在他本该遇到我的时空里，没遇见我而孤单。你这个样子看我干什么？啊，我看我兄弟这个大情种，越看越顺眼。哎，我要是个女的，我就嫁给你。你要是个女的，浓眉大眼的也不错。那明天去泰国加工一下。走呗，谁怕谁啊？走吧，我让于秘书给你订票。走，订呗。啊，走走。哎，于秘书，那个给王玲订一个票，飞泰国。明天一早就可以。不，哎，去泰国这种小事可以回头再说吧。啊，我不去了。哎，这之后再去。哎呀，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解决你的事情嘛，对不对？把你的事情交给我来做，你放心，好不好？你真的知道我在想什么？我肯定知道啊。你还是说说吧，我不太放心。哎，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呢？啊，那么大的公司，都能交给下面的人去处理。哎，你这么小的事情，你自己的兄弟你信不过？你无非不就想让我去旁击侧敲一下欧阳来，看他是不是真的知道这件事吗？对不对？行，这仗打完，送你去泰国。泰国就不用了，但是3台仪器还是可以有的。都有。张豪家吗？是张豪家呀，你怎么来了？那你怎么睡在这儿啊？我怎么睡在这儿？对啊，我怎么睡在这儿？哦，我刚才好像跟他说话呢，说着说着我就睡着了。张豪在吗？张豪，好像出去了。你俩住一起？说什么呢？我俩可怎么可能住一起？我住他隔壁，他这狗窝住得我浑身不舒服，回去得好好洗个澡。那行，反正张豪也不在，要不我去你家走走？你别磨蹭啦！你要真喜欢我哥，你要是不想在我哥的众多追求者中昙花一现，那你就让我赶紧去，要不然你会后悔的。什么昙花一现？什么后悔？说清楚。还有什么要说清楚的呀？你不知道吗？像我哥这样的钻石王老五，那他身边的姑娘可是像飞蛾一样会扑上去。乱花渐欲迷人眼啊，这个道理你懂吧？哎，但是你有我在，你放心，稳操胜券。行，走。哎，
你是不是也有什么事要求我呀？商业交换嘛，我也稍微打听一点张豪的事儿呗。行。回去的时候就要到。细数着时间流转起光年，一瞬间一瞬间忘却你的眉眼，跨过换日线，沿着岸边去林间去闪电，恍若昨日重现，困在虚语中，一眨眼天翻地覆，万物复苏，日剧月中指引你又出现。